斯和他的团队历经艰险，终于来到了传说中的艾卡西亚。然而大家都没有想到，这里竟然是一个无法走出去的结界。出去的唯一办法就是让伊泽使用奥数魔法解除结界。但是根据马尔扎哈的预言，结界一旦接触，世界就会陷入被虚空生物毁灭的危机之中。这样看还真是大呀。听说你一开始和卡萨丁先生是敌对的吧？我们虚空生物也是需要进食的。刚来到这里的时候，见到的第一个生物就是那家伙，自然就攻击了，有什么好奇怪的？后来呢？你还真是一堆问题呀！纯粹是因为我们互相战斗打成了平手，当时两边都受伤了，我可不想随便把命交代了，就提出休战了。所以说卡萨丁先生很厉害咯？谁知道呢？如果结界解除的话，之后你有什么打算？先去吃一顿吧。吃人吗？你当我是笨蛋吗？要是多几个卡萨丁那种程度的家伙，我这不是找死吗？也是呢。这是通往祭坛内部的开关，用奥数之力就能打开它，之后就能见到真正的祭坛了。命运的齿轮已经开始转动了，伊泽究竟会做出什么样的选择呢？呀，老早就想说一下这个台词了。那么请大家继续收看《魔法少女拉克斯》。伊泽不来吐个槽吗？感觉你们知道这个消息以后不是非常动摇呢，毕竟关系到自己的未来和世界存亡什么的。害怕什么的肯定是有的，但是好歹我也是德玛西亚战士，随时都有为了人民献身的觉悟了。我们的话都是知道旅途危险还跟上来冒险的，不过瑞小米这不白的。我之前做过不少错事，如果这条贱命可以为了世界而战死的话，那也倒是死得其所了。倒是你们这么放任伊泽，就不怕伊泽自己去解除结界吗？事实上，卡萨丁最近一直守在祭坛附近，就是为了防止关键时候意外发生了。其实不用太担心的，伊泽他呀是选择性障碍啦。这种2选1的题目对他来说是不可能随便做出决定的。选择障碍？是啊，还记得第一次在德玛西亚森林周边迷路的时候，伊泽走哪边比较好啊？左边这的话好像之前见过，但是右边这条路的形状看起来比较像呢。到底是哪一边啊？后来就这样一直思考到了晚上，还好是哥哥找到了我们。你他妈把我妹妹拐出来，还想在外头过夜吗？原来如此，这就是开端啊。还有一次我拉他出来买东西。这件衣服怎么样？还行。那这件呢？也行。问了这么多件了，你都是这个反应，不行，你今天一定要给我选一件。左边那件是不是有点太保守了？但是右边那件又有点土的感觉。这个年龄的女生果然应该打扮的潮一点比较好。等等，如果被他哥哥知道了我挑了这么件轻浮的衣服给他的话，是不是会被打死啊？但是挑土一点的也不太好吧？原来如此，黄毛也有脑子不好用的时候啊。是啊，
所以一泽即使有解除封印的念头，走到祭坛后也一定会犯病的。这是结界入口，但是感觉不对啊！为什么他会知道这结界入口啊？应该没有人能启动这个奥数开关才对的吧？哦，这家伙难不成当我是傻瓜吗？但是怎么说，要是当做什么都不知道的话，这么使用开关，我们就能出去了吧？不行，我怎么可以这么自私？世界可是有可能毁灭的呀！但是我不解除开关的话，其他人也会被困在这里头的。冷静一点，这种时候果断应该多掌握一点情报。哼，这个是解除结界的开关吧？结界的开关在底下。哼，你不用骗我了。没办法开启奥数开关的人，怎么可能知道开启开关之后的事情？因为之前看过相关的石板记载的。少糊弄人了！如果是这样的话，为什么他们之前没有给我看？因为之前和卡萨丁的战斗，导致石板被打坏了。怎么办？这家伙说话有理有据，叫人无法反驳啊！怎么办？如果不相信我的话，那我们就此打住，我也没什么意见。不过见不到结界内部的话，就找不到什么两全其美的办法。我勒个大去，这会是心机婊啊！怎么办？到底开不开啊？有没有谁来帮我做下选择题啊？科加斯，果然还是有地方人的，卡萨丁。这话应该由我来说吧，科加斯。一直以来看你还挺老实的，想着能和平共处的我，简直是脑子出问题了。你果然打算破坏结界。哼，就算你说的没错，那又能怎么样？我会先杀掉旁边的黄毛，再把你杀掉。你觉得你一个人能打败我们两个吗？我可和整天就知道吃的你不一样，每天我都会在海边锻炼。有什么进到身体里面了？等一下，不要，快停下来！这段给我忽略掉。总之，为了世界的和平，我一定会想方法阻止你们的。你和马尔扎哈两个中二病还真是麻烦的要死。下一集最终话，究竟事态会怎样发展呢？我们一边喝茶一边观看吧。普通的躁动，这普通的一切都变得普通。
同的热情，在不同的街角，在不同的动词大词之中冲上云霄。不同的衣服，拿不同的药，旁边不同的路人，在不同的桥。